既然大嫂和二哥都是建议他，直接就对乔涵展开追求。战浩宇决定明天就开始追妻行动，就算被人怀疑是同性恋，承包热搜榜，就只要他知道自己不是真的同性恋就行了，只要奶奶不坑他。想来奶奶不会坑他吧？哎，他可是奶奶的亲孙子呢。一夜再无话，那隔天一早，战印就飞回管城，海童和老太太还留在风尘山庄，打算过2-3天再回管城。程玲玲已经出院回家坐月子，洋洋很喜欢风尘山庄，觉得很多小朋友，哪怕那些小朋友都很小很小，不会说话，只会哭，他也喜欢待在这里。天天都和龙婷跑到程玲玲那里看小宝贝，洋洋就吵着要小宝贝，让海童给他生个小弟弟。他说龙婷有4个小弟弟，1个小妹妹。他不贪心，只要1个小弟弟1个小妹妹就行了。海童被他吵得头都晕，打电话给姐姐，然后把手机塞到洋洋的手里，对洋洋说到你想要弟弟妹妹，找你妈要去。洋洋还真的抱着手机问海玲妈妈，我想要弟弟和妹妹，你什么时候给我生个弟弟和妹妹？我不贪心的，弟弟妹妹各有1个就行了。海玲呢，妈妈已经生了你，不会再生弟弟妹妹。为什么？洋洋不明白，龙婷的穆妈妈都能给她添了个弟弟妹妹，为什么我妈妈不能？海玲解释的道，妈妈不想生了，妈妈有你1个就可以了，不想再生第2个孩子，况且妈妈和你爸爸已经离婚，妈妈一个人也不能生孩子的呀。儿子忽然吵着要弟弟妹妹，那原来是受了穆情的养子所影响呀。洋洋想了想后问道，那妈妈可以和陆叔叔一起生孩子吗？妈妈和爸爸离婚了，不能生孩子，陆叔叔对妈妈很好的，让妈妈和陆叔叔生孩子可以吧？海玲、洋洋要夫妻才能一起生小宝宝的，妈妈和你陆叔叔只是朋友，并不是夫妻啊。这样的话，以后不要再说，否则妈妈会生气的哦。洋洋有点委屈，那他岂不是没有弟弟妹妹了？洋洋，把手机给你小姨，妈和你小姨说话。洋洋委屈的把手机还给了小姨，不明白他想要弟弟妹妹怎么就不行？以前他说想要弟弟妹妹时，妈妈说小姨会生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，等了这么长时间，小姨都没有生有小弟弟。他问小姨什么时候才会有，小姨被他问得烦了，才会让他问妈妈的。妈妈似乎又有点生气的样子。姐，海童早在一旁笑得不行。洋洋今天一直在问我什么时候给他生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的，我都被他问得头晕了，就恨不得拿胶纸把他的嘴巴封住。他刚才和龙婷去程医生那里看小弟弟，回来后又逗着叶瑶和君言玩，玩着玩着不知道怎么的就和龙婷吵起来。龙婷说那他的弟弟妹妹，洋洋吵不过，就说让我给他生弟弟妹妹。洋洋俊俏的小脸上满是委屈，龙婷太小气了，他想摸摸君言妹妹的脸，龙婷不让他摸，他就是想摸，然后龙婷就和他吵架了。有弟弟妹妹了不起吗？只要他想要，相信妈妈和小姨会满足他的。海玲在电话里也笑得不行，她笑到怪不得吵着要弟妹了。我说她都没有这样吵过的，原来是和龙婷吵架了呀。没事，一会儿就好，他们俩年纪差不多，玩得来，偶尔争抢玩具，吵架，很快就会和好的。哎，小孩子都是这样啊。那在海童和姐姐通话时，龙婷就拿着2把水枪进来了。洋洋，龙婷边走过来边叫喊着洋洋，洋洋，我们去玩水枪，我有很多很多的水枪，给你1把。好呀。刚刚还委屈的不行的洋洋，看到龙婷招呼他去玩水枪了，他就马上就不委屈，小跑着跑向龙婷。然后2个小朋友在保姆的看顾下，就走出去，在外面玩水枪。姐，没事了，他们俩又玩到一块儿去了。
你们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过2天就回去了，不过洋洋不想走，他说他想和龙婷玩，说不想上幼儿园了。海玲好笑的道这是乐不思蜀了，连妈妈也不想，幼儿园也不想上，再晚2天就回来，让他收收心再上学，免得哭闹的厉害。好，姐，周红林还没有醒吗？海童问起那前姐夫的情况。还没有啊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去看了看周红英。周红英的伤不重，很快就可以出院了。海玲也不是天天去医院，她已经不是周家的儿媳妇，不过是看在儿子的份上，去看看钱大姑姐以前公婆。周红林还在重症病房里躺着，周家所有人都不愿意放弃，那医生也不敢保证他能否醒来。那既然家属不愿意放弃，那就让这伤者啊继续在重症病房里躺着等待奇迹了。周红林还在昏迷中，周父周母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进去看看，平时都不用在医院里。短短的10日里，那对老夫妻已经苍老了10几岁。那周红英天天在病房里骂着叶佳妮，说等她出院了一定要请律师和叶佳妮打官司，要叶佳妮被判死刑。如果周红林醒过来，那么叶佳妮会被重判，但不会是死刑。要是周红林醒不来，就那样走完短暂的一生。叶佳妮犯了故意杀人罪，杀人偿命，那死刑是跑不掉的了。我想着周红林要是醒了，洋洋还跟着我在外面玩，不能马上去看他爸就不太好。既然他还没有醒，就不会有人指责洋洋，毕竟洋洋还是个小孩子，不懂得生死。洋洋去医院看过爸爸，就被爷爷奶奶催着妈妈带他回家。他只知道爸爸生病了，妈妈说医生会治好爸爸的，并不知道大人之间发生的事。那他又是个只有3岁的孩子。小姨抓住暑假的尾巴，带着他出门散心，他就出门的。这个倒不会，谁都知道洋洋还是个孩子，不会指责洋洋的。那周红林的父母都是每天定时去医院看看就离开的，哪能要求洋洋一个小孩子在医院守着。结束了与姐姐的通话，海童听到洋洋在外面的欢笑声了，失笑的自言自语，小孩子的脸就是6月的天，说变就变，只要不再追问他什么时候，给他添个弟弟妹妹就行了。那边的海玲回到了他的新店，刚停好车就看到了陆东明坐着轮椅从店里出来，一名保镖推着他。他可能是来找海玲的，海玲不在店里，那他便想着离开呢，没想到海玲在这个时候回来。见到海玲下车，陆东明示意保镖不用再推他，他就坐在饭店的门口，含笑看着海玲走过来。陆总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来了多久？海玲边走过来边问着他。我不在店里，你有急事找我，可以打电话给我的。我也是刚来，进去看了一圈，知道你不在，想回家，你就回来了。我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想来看看你。他现在是他站起来的信心支柱，只有看到越来越优秀的他有危机感，才能坚持着做复健。既然放不下，陆东明就想着，他坐轮椅也要守着海玲，不让别人抢走了海玲。海玲推着他往里走，说道：我办公室装修好了，进去喝杯水。好。陆东明在他推着他走的时候，扭头看了看他。等进了他的办公室，他问：你刚才去哪里了？我以为你在任你时的，先去了任你时，没有看到你才来这里，去了一趟医院。海玲老实地道去看了看周姐，也问问了周红林的情况，他毕竟是洋洋的亲爸。陆东明哦了一声，明显是有点酸酸的，哪怕知道海玲和周红林再也不可能，可是周红林是洋洋的亲爸，这一点他是无法改变的。有洋洋在，海玲和周红林就少不得会接触。周红林还没有醒，陆东明问了句，海玲呢给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答到还没有我去医院的时候。
她爸妈都不在医院里，周红英一直由她的丈夫照顾。那陆东明又不说话了。海玲并不想和陆东明说前夫的事，她问着陆东明：“陆总，今天感觉怎么样？”她看着陆东明的双腿，那陆东明摸了摸自己的一条腿，说道：“还是使不上力，站1分钟都不行。”海玲，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那陆东明最在意的便是海玲对他的看法。海玲连忙安慰鼓励他：“陆总别气馁，你才出院几天啊，能自己站起来就很好了。虽说现在还站不了1分钟，会越来越好的，你也不要着急，慢慢来。”与他对视着，陆东明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海玲的一只手。海玲本能的想抽回手，她紧握着不放。海玲，如果我能重新站起来，像正常人那样走路，你还没有新男友的话，能给我一个机会吗？海玲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喜欢你很长时间了，都怪我迟钝，没有早发现自己喜欢你，否则我早早就向你表白，说不定咱们都过了磨合期。海玲抽回了自己的手，在他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来，沉默了片刻后，他抬头对上陆东明满含期待的黑眸，他说道：“陆总，明天的事，我不知道会怎么发展，我无法现在给你答复。那到现在为止，我都没有想过再嫁的事。你好好的做复健，如果在你康复后，我改变了主意，考虑再嫁，我愿意给陆总一个机会。”虽然这个答复也不能让陆东明安心，至少有点盼头了。他笑着点头：“海玲，谢谢你给我一点盼头吧。以后他每天做完了复健，就让保镖送他来海玲这里，要天天刷存在感，才有希望，也能防着有心的男人接近海玲。毕竟海玲还年轻呢。那恢复了苗条身材的海玲呢，是很有韵味的。那天战印送她过来，后来战印走了吧，她是海玲送回家的。在海玲推着她走出饭店的时候，斜对面不远处的一家超市的年轻老板就老是盯着海玲看。海玲可能都没有留意到这一点，她是残了，但她的敏锐感还是比海玲要强一点，留意到了。陆总，我也不一定改变主意的。现在这样的日子，我觉得充实又自在，不太想改变了。他觉得带着儿子生活挺好的，只要儿子送去幼儿园，他白天都是自由的，只管着他的生意就行。嫁了人，婆家一大堆的事儿，就算陆家是豪门，或许不用他做什么，但他做什么都要考虑丈夫和婆家的感受，就没有现在这样的自由。如果陆东明愿意只谈恋爱不结婚，海玲可能早就给他明确的答复了。可惜陆东明是以结婚为前提的，就算你和我在一起，我也不会要求你为我改变任何事的。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平时是怎么过的就怎么过，你不用管我的感受，我会来救着你。陆东明认真地道：“海玲，相信我，我能给你想过的生活。”海玲笑了笑，扯开了话题：“陆总，感情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，现在我也没有心思。要是有其他人追求你，连陆总这么优秀的男人我都拒绝了，其他男人来追求我，我一样会拒绝。况且呢，现在没有其他男人追求我，他经常带着儿子，母子俩长得那么像，任谁一看也猜得到他是已婚人士。不熟悉的人又不知道他早已离婚。”陆东明略略地放下心来。咚咚，一名装修师傅走过来，敲了敲敞开的办公室门。在两个人都看向他的时候，他对海玲说道：“海小姐，有位先生找你，好像说是谁的律师。”“谁的律师？”海玲狐疑，他边起身绕出办公桌，边说道：“那位律师先生在哪里？”装修师傅呢，指着饭店的门口。海玲走出办公室后，才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。看到海玲出来了，那个中年男人走向海玲，礼貌地自我介绍一番，然后从他的黑色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封信，递给海玲，
对海玲说道：“海小姐，这是我的当事人托我把这封信转交给你的。”海玲接过了那封信。律师是叶佳妮的律师，叶佳妮涉及到的案件2起都还没有被判，她不能见其他人，就算她被判了，海玲既不是她的家属，也不是她的监护人，不方便去探监。他便给海玲写了一封信，让他的律师给海玲送来。叶佳妮其实一心等死的了，她不想请律师，不过她娘家人不知道怎么想的，竟然给她请了个律师。她想，可能是为了那周红林那套房子的继承吧。周红林往房产证上添了他的名，那套房子他就有份了。娘家人给他请律师，或许也是真的想帮他争取清判，或许也有打财产的主意。他和周红林没有一儿半女，好不容易怀上了，他自己摔一跤把孩子摔没了，就是没有了那个孩子。叶佳妮对未来失去了信心，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了希望，钻了牛角尖，最终操起了刀，捅伤了周红林。叶佳妮有财产，她若是死了，她的财产则由周红林和他的父母继承，但她若是立了遗嘱，全都给父母，周红林也死了的话，他的父母就能顺利的拿到他的财产。那不要怪叶佳妮这样想着父母，就他现在看谁都觉得对他只有利用，就没有关心的了。海小姐，我的当事人希望你在收到他的信后，能够立即看信，看完信后，能否给他一个答复，让我带着你给的答复去见他。律师提出请求。海玲说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先生进去坐坐，喝杯水，我慢慢看信。”那律师没有拒绝。海玲呢，请着律师回到办公室里。那陆东明锐利的眼神落在律师身上，知道是叶佳妮的律师，受叶佳妮所托给海玲带出来了一封信。那陆东明才敛起了锐利。给律师倒来了一杯温开水后呢，那海玲才坐下来，拆开了叶佳妮写给她的信。叶佳妮呢，是在信里回顾了她那周红林以及海玲3个人的感情纠葛。她说她和海玲的战争看似是她赢了，事实上她输了，输得很惨。她是如愿的挤走了海玲，成功的嫁入周家，可是婚后的日子过得那是鸡飞狗跳。海玲一离婚，人生如同开挂了一般，让周家人后悔不已。周家人越是后悔，越是恼恨叶佳妮，她的日子就不好过。但那是她选择的路，爬都要爬完这条路。叶佳妮在信中说，她其实是不甘心的，也很想和周红林过好日子，让大家看看她和周红林是真爱，是能过着幸福的日子的。可惜现实打她的脸，打得啪啪作响。叶佳妮说她很后悔，后悔不该插足海玲和周红林的婚姻，不该当个第三者啊。她要是在周红林初次试探她的时候，就言辞拒绝周红林，或者提出辞职，离开公司，换一份工作，找一个没有感情纠葛的男人谈一场恋爱，光明正大的结婚，那她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一步错，步步错呀。拿刀捅着周红林的动机，叶佳妮也说得清清楚楚的，这一点海玲早就知道了。最后叶佳妮在信里真诚又郑重地向海玲道歉。她说她无法当面向海玲道歉，唯有写信。她说她对不起海玲，希望海玲能原谅她。她已经得到了报应，这辈子也毁了。若是周红林死了，她早晚都会跟着下地狱。一段感情毁了她和周红林，愿意终结婚姻的海玲才是赢家，因为海玲获得了新生。海玲啊，对不起啊。那这是叶佳妮反复写着的道歉话语。她欠海玲的道歉也是迟来的道歉。海玲看完了叶佳妮的信后，沉默了良久，才对律师说到周红林还在重症病房里，生死未卜，他的结局还未定呢。对于叶佳妮做过的事，海玲也给了答复，我接受她的道歉。
但无法原谅他，至少现在无法原谅他。不是因为他插足了我和周红林的婚姻，是他伤害的对象成了我的儿子洋洋。我无法原谅一个差点害死我母子俩的人。他若还有机会改正错误，就让他在里面好好的改造，将来重新回到社会，多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，当是赎罪了。律师也沉默，他默默地喝完了海玲给他的那杯温开水后，说道：“谢谢海小姐的答复，我会把海小姐的话带给我的当事人的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我的当事人说，如果他和周先生都不在了，那套房子就留给周先生的儿子周阳。曾经叶佳妮做梦都想在城里有套房，有个家。她看中周红林，就是因为周红林年纪轻轻就爬到了经理的位置，又在市区有一套房，位置还很好，属于学区房。如今他什么都不想要了，只想死，死不了就用他仅拥有的那点财产补偿给洋洋，也算是他的赎罪。那些事啊，以后再说吧。周红林还没有死呢，况且周红林父母还健在，他若是死了，他名下的财产是由他的父母以及配偶继承的。在一个人还没有死时，海玲并不愿意去讨论继承对方财产的问题。至于周红林那套房子，海玲其实也不想替儿子去争。若是周家一致同意，叶佳妮也放弃继承的话，给了洋洋，他就儿子接受。没有那套房子，他和儿子也有地方住啊。现在他努力的赚钱，总有一天，凭着他个人的超能力，也能够买一套房，他和儿子也有一个家了。其实只要他愿意，妹妹夫妻俩随时能送他一栋大别墅。他不想接受妹妹夫妻俩的赠送，他想靠着自己的能力买房啊。律师点点头，海小姐打扰你了，我先走。海玲送着律师出去，那陆东明也自己推动着轮椅跟着出了办公室。海玲一直送律师出了饭店，他站在饭店门口，目送着律师上车开车离去。略站了片刻，他才转身往回走，见到陆东明自己推动着轮椅出来，他快步上前去帮忙，嘴上问着：“陆总，你是准备离开吗？就我推你出去？”“不是，我是出来看看。”陆东明都还没有和海玲怎么相处到，哪肯现在就走？他打算待到傍晚，然后请海玲吃饭。我不想回家，回去面对着我妈那满是愧疚的脸，我心情也不好。那陆东明说的也是实话，他没有怪母亲，是他自己的错，他车速太快才会撞车。但是母亲总在自责，觉得是他的责任害得他发生车祸。刚知道自己伤情的时候，他一时间接受不了，脾气暴躁，更是加剧了母亲的自责。我能理解陆太太的愧疚，别说她是你的母亲，就算只是旁人，也会生出愧疚的。你多跟陆太太谈谈，会好一些啦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这是他们母子之间的问题，外人说再多都不顶用。我说了，我不怪我妈，她还是那样子，天天着她愧疚自责，偷偷掉泪。我就烦躁，出来散散心，哪怕是在你这里坐上一整天，我也愿意啊。主要是她现在残了，脾气也变得不好，母亲那样子，她就跟着脾气暴躁，又冲着父母发脾气，会让父母更加的难过。如此反复循环，一家子都不好过。她出门了呢，或许父母还能过得轻松一点。海玲，你忙你的，我在这里坐着就行。海玲笑道：“那我去忙了，你有什么需要叫一声，我帮你。”陆东明说道：“你帮我叫我的保镖进来就行，你只管忙你的活，不用管我。我现在就是个闲的不能再闲的闲人。”他出院后，连陆氏集团都没有回去过，还没有那个心情去打理公司。那等他真正开了，不管能不能站起来，都能够坦然接受，他就会回公司重打理他的生意，当一个轮椅总裁了。海玲按他说的去做，让保镖进来罩着陆东明，他则忙他的活。江城啊，乔氏集团
战浩宇车子停在乔氏集团门口，然后他打电话给乔涵。等乔涵接听电话后，他对乔涵说道：“乔总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”乔涵蹙眉，这家伙一天天的不用上班的吗？他不用上班，他忙得很呢。战总，我在开会。乔涵低沉地道，现在没有办法出去。战总有什么事儿，进来再说。战浩宇笑道，那我是打扰了乔总。行，我现在进去，等乔总开完会了。再把我为乔总精心准备的礼物送上吧。闻言，乔涵的眼皮跳了跳，表面上还是镇定的很，声音压得低低的：“战总送礼物给我，为什么？”他说他帮了他，他欠他的人情，要请报答他。昨天周日，他给了他还人情的机会，请他吃饭。他们已经两清了，他还送什么礼物啊？乔涵内心有点烦战浩宇了，嫌战浩宇难缠粘人，没有为什么，就是想送啊。乔总，你先忙吧，我先开车进你们公司。说着呢，战浩宇挂断了电话。乔涵放下手机，心里猜测着战浩宇此番的目的。不过很快，他就把战浩宇抛之脑后，继续开会。在公司外面的战浩宇按响了车喇叭，值班保安他要进公司，连忙帮他开了门，让他开车进公司。数分钟后呢，战浩宇抱着一大束火红的玫瑰花，走进了乔氏集团的办公大厦。虽说是上班时间，也有职员因为工作的原因进进出出。到战浩宇抱着大束鲜花进来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战总好，两名前台礼貌地问好，他们也好奇战浩宇抱着花束进来，这束花是要送给谁的？公司里有人得到了战家三少爷的青彩。那个幸运儿是谁？虽说战家在管城，但战家可是千亿豪门，是很多名门千金挤破头都想嫁的人家。前台心里想着，若是那个幸运儿是他，就算远嫁，他也心甘情愿。战浩宇笑着回应大家的问好，脚下未停，抱着花束像一束光那样照进办公大厦，刮出了一股猜测风。他则是若无其事地进了电梯，直上顶楼。乔涵在开会，他不方便进总裁办公室，在一位小秘的安排下，他在顶楼的贵宾室等待着乔涵。贵宾室就在会议室旁边，不过会议室有隔音功能，战浩宇在贵宾室里听不到会议室的动静，他留意着门口的动静。只要会议结束，大家从会议室出来，就要经过贵宾室，他能第一时间抱着花束走出去，当众送给乔涵。向大哥二哥请教过后，战浩宇茅塞顿开，就按大嫂和二哥说的，直接对乔涵展开追求。管别人怎么说，他是不是同性恋，他心里清楚就行。若是乔涵真的是个男人，他被奶奶坑惨，他也认了。不过战浩宇还是很相信奶奶的，认为奶奶不会坑他，不会真给他安排一个男人的。小蜜给战浩宇送上茶水、点心、瓜果，也忍不住多了两眼那束鲜花。战总准备的这束玫瑰花是要送给谁的？战浩宇在贵宾室里等了1个多小时，乔涵才结束会议，他还坐在座位上。那些高层管理也不好马上离开，直到乔涵起身，在南密的跟随下走出了会议室，其他人才有动作。大家呢边低声讨论着什么，边走出会议室。很快大家都停了下来，聚在会议室门口，因为他们的乔总被一个男人挡住了去路。那个男人他们也不陌生，就是丰泽大酒店的负责人战浩宇。战浩宇也是管城战家的三少爷，身份贵重。战三少爷拦着乔总没什么啊，可是战三少爷居然递给乔总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。对，就是玫瑰花束，很多男人追求女人时喜欢送的那种花束。战三少爷居然送给他们乔总，这画风让乔氏集团的所有高层被惊到了，个个都着这画面。
就没有人敢走过去，也没有人敢说话。他们乔总是俊美的过分，可是乔总再俊美啊，也还是个男人呀。战三少爷送花给乔总，这是打算追求他们乔总吗？战三少爷原来是弯的呀，喜欢男人的，怪不得战三少快30岁的人了，还单着，原来他是喜欢男人的，就还上了他们的乔总。哇，大文啊，特大文啊！不管是以他们乔总的身份，还是战家三少爷的身份，这件事传出去都是特大新闻。乔涵的脸是黑的，他瞪着战浩宇，冷冷的道：“战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精心给他准备的礼物呢，是一束玫瑰花。他不是不喜欢花束，是战浩宇送花给他做什么？他现在要是生病住院，战浩宇给他送来一束花，还说得过去吧？他好端端的战浩宇送花，给人的感觉是战浩宇在向他表白一样。见鬼了吧，他现在还是个男人呢，战浩宇怎么可能向他表白啊？他又不是同性恋，没什么意思，就是路过花店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刚回来的玫瑰花很漂亮，我就买了一束，但又不知道送给谁。我在江城就是和乔总最是熟悉，只好把花束送给乔总了。战浩宇被乔涵瞪成了黄蜂窝，他也不怕，保持着好风度，笑着解释了几句，只是他的解释鬼都不信他的。乔涵是不信，他也将就了这个借口，但他就拒绝了这束花。谢谢战总的花束，我不喜欢花束。战总要是找不到要送的人，在我公司里看谁顺眼，就把花束送给他吧。乔涵说着就要越过战浩宇离开，他是真被战浩宇突然的一束花打得有点措手不及的。要不是他稳重啊，早就露出了破绽。战浩宇捧着花束跟着他走，边走边笑道：整个江城，我看乔总最顺眼，所以这束花你还是送给乔总吧。乔总的办公室呢，就需要有一束花添几分气息。我只要还活着，我的办公室里就有气息，不需要一束花来添些气息，又不是春天。春天里往他的办公室放上一束花，给他办公室添些春天的气息，倒是说得过去。战浩宇呵呵的笑，乔总真幽默。乔涵回到他的办公室，厚着脸皮的战浩宇自然也跟着进他的办公室。乔涵想拦着他的本能，想关上办公室的门，但是战浩宇动作比他快，在他想关门时，战浩宇的一边脚已经迈进来。乔涵只得放弃。战浩宇进来后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，隔绝了外界的窥探，免得乔涵脸皮薄脸红了，还站在会议室门口的一般高层管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也不知道是谁带头走的。大家便跟着离开，不过离开的时候，个个都放轻了脚步，原本在讨论的话题也不讨论了，就全都快速的离开顶层。那至于他们离开了顶层后会如何讨论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乔涵知道战浩宇那一束花让他成为了公司的热门话题，那众人呢还真的都在讨论，咱们乔总太好看了。有时候我看着他时间长一点，我都会冒出不该有的想法，吓死我了。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盯着乔总看，就怕会被他那张俊脸迷住。原来会这样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呀。乔总迷倒的女人不要太多，数都数不过来。没想到连战家三少爷都能迷住，说不定战家三少爷本来就是个弯的，所以一直没有女友见着我们乔总了。惊为天人，才意识到他是弯的呢。不过战三少爷倒是勇气可嘉，知道自己是个弯的后，立即行动起来，公开追求咱们乔总了。你们平时没有关注管城的八卦新闻，大概不知道吧？战家老夫人可是给战三少爷挑了个妻子人选的，听说是战三少爷不喜欢，一直不肯去追求老夫人给他挑好的妻子人选。在大家都看向那个爆料的人时，那人颇为得意的道：“我是经常关注管城的八卦新闻的。”
就才会知道这些。战三少爷这一次会来江城，说的好听是出差，丰泽大酒店在江城站稳了脚，连我们公司的酒店都不能拿丰泽大酒店怎么样。战三少爷需要出什么差？他呀，其实是躲避催婚，跑到江城来的。原本我还以为战三少爷眼界太高，看不上他奶奶给他挑的妻子人选呢。现在我明白了。说着呢，那个人啊朝大家挤眉弄眼的，大家心知肚明。战三少爷啊躲避催婚，跑到江城来，然后发现他是喜欢他们乔总的，于是就行动起来了。不得不说，战三少爷勇气可嘉。像他们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豪门阔少，一言一行都容易被大家盯着，就算真是同性恋，也会藏着掖着，不敢公开行动的。战三少爷却公开了行动，追求他们的乔总啊！乔总的那些爱慕者知道了，怕是会操着大刀，排着队过来想砍了战三少爷吧？他们爱慕追求乔总，竞争力已经够大的了，没想到还会杀出一个程咬金跟他们争抢乔总。别人如何讨论，战浩宇能猜到，不过他不管。在他买了这束花，走进乔氏集团开始，那他就不管别人怎么想他，怎么说他了，就只要他知道自己不是同性恋就行啊。乔涵瞪着，径直走到他办公桌对面坐下来的战浩宇，冷冷的道：“战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“没怎么样，就是给乔总送束花呀。”“乔总喜欢吗？这花是真漂亮，人家花店刚回来的新鲜花朵。”战浩宇再次把那束花递给乔涵，乔涵当然不接他的，他就把花束往乔涵面前一放，黑眸含笑地注视着乔涵，说道：“乔总就算不收，我还是会送的，今天送了，明天还会送，以后每一天都送。”“战浩宇，你这是在追求我吗？”乔涵直截了当地质问着他。战总原来真的是弯的，喜欢男人。战浩宇两手撑放在桌面上，身子往前倾，黑眸依旧灼灼地锁着乔涵的俊美的五官。他笑道：“我不知道我弯不弯，我只知道我对乔总很有好感，忍不住就想给乔总送花送礼物。乔总若是不喜欢我给你送花，我可以改送其他东西的。乔总喜欢什么跟我说一声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弄来送给你。”乔涵很想抄东西砸他，在战浩宇老师来找他开始，乔涵就怀疑着战浩宇的动机。为此，他还特意让弟弟去调查了一下战浩宇。除了知道战浩宇是躲避催婚才会来的江城，调查不到其他有用的消息啦。昨天他还陪着战浩宇就疯了一天，满以为不会有什么事发生的，没想到才过了一个晚上，战浩宇今天就像鬼上身一样，给他送来了一大束的玫瑰花束。